我操！等会儿这工作还不的，我操，他还没等着。你看那女的看我们了。对，错位。我操！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操！放大点。大家注意看，幼儿园放学校门口，孩子们排着队等着上校车。可谁能想到，暗处正有几双贼溜溜的眼睛死死地盯上队伍末尾的小男孩。这人贩子团伙分工明确，一个假装问路缠着老师，另两个直接冲上去拽住孩子就想跑。5个月的长不大，14岁的也养不活，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拿鲜活的生命去救那些本来就该死的人，善良被肆意践踏，无辜被推上牺牲的祭坛，公道何在？天理何在？我有乙肝。这是一个16岁的女孩，在遭遇了车祸之后，对着强行把她拖上救护车的医护人员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哀求。她不是在求救，而是在拼命地证明自己的零件不合格。这段令人窒息的真实视频撕开了2026年开年最恐怖的黑幕。闹市区里急速出现的假救护车，焊着铁笼的窗户，穿着警服和衣袍的熟练猎手。在监控密布的中国，是谁在为这场光天化日之下的狩猎开绿灯呢？当献血车直接开进校园，当学校背着家长秘密地采集学生的血样，崩溃的家长们掀起了绝望的停学保命潮。从20年前针对特定群体的活摘，到今天对普通青少年的精准收割，这条血腥的产业链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延伸的呢？981延寿工程的背后，又藏着权贵们怎样丧心病狂的野心呢？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月音。如果你想及时了解中国及全球大事，从瞬息万变的新闻资讯中看透事件的本质，一定要订阅大时局。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9点，大时局为您全天更新。前几天，我们的频道做了多期关于中国失踪人口和器官移植黑幕的报道。很多朋友看完了之后给我们留言说，看完后的第一时间就提醒家里的亲戚，让孩子出门的时候要倍加小心。也有观众表示，中共太邪恶了。说实话，我们做这些节目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在大雾弥漫的环境里，帮大家点亮一盏灯，多一个人警觉，可能就多一个家庭免于崩溃。这也是我们自媒体人的一点坚持。但是遗憾的是，哪怕我们喊得再大声，现实的魔幻程度却在以更疯狂的速度进化着。这些针对普通孩子、普通人的器官收割，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近乎疯狂的地步。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视频中的事件发生在广西贵港旧西站附近，一名16岁的女孩被车辆撞成了轻伤之后，竟然遭到假扮成救护人员的4名男子强行绑上担架。女孩在整个的过程中拼命的挣扎，嘶声力竭的绝望呼喊“我有乙肝”，试图来自救，但是一切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最终仍然被绑到了那辆假救护车上。她显然已经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却依然无法逃脱。参与绑架的4个人中，2个人穿着疑似保安或警察的制服，1人穿着医生服装，另一个人穿着便服，分工明确，手段熟练。这段视频看得人心都要碎了，尤其是那个16岁的女孩声嘶力竭地喊出那句“我有乙肝”。大家想一想，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他在遭遇了车祸受伤以后，本能的反应难道不应该是求救吗？为什么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拼了命地证明自己身体有病，零件不合格呢？这说明在他的潜意识里头，或者说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集体恐惧中，被陌生医护带走比车祸本身要可怕10000倍。这种恐慌不是空穴来风，大家仔细看看视频里那4个男人的动作，那哪是在救人呢？那分明就是在抓人，粗暴、麻木、分工明确。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网友扒出其中的那个黑衣男子，竟然跟之前在器官移植绿色通道的影片里出现的人物高度相似。这就不仅仅是巧合了，这简直就是一条龙服务的现场演示啊！这就是现在中国街头最让人防不胜防的剧本。人为的制造一场轻微的交通事故，然后假救护车立即就从身后开了出来。那么这些车到底是哪来的呢？又是谁在给他们开绿灯呢？在中国，如果你在大街上拉个横幅，你试试看，警察3分钟内准到。但如果你开着一辆假救护车在闹市区光天化日之下抢人，这些监控、这些巡警就好像集体失明了。这种疯狂的背后，如果没有一只巨大的黑手在撑腰，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市场需求在支撑，这几个人怎么敢如此淡定地铤而走险？更恐怖的还有，假救护车还在车窗上焊上了铁笼。朋友们，正常的救护车拉的都是危重病人或者是伤重的病人，他们早就手无缚鸡之力了。这些铁丝网是防什么的呢？防止病人逃跑吗？还是怕里面的人喊叫？这不就是此地无银300两吗？他们连装都不装了。2026年一开年，失踪案件就特别多，尤其是孩子和年轻人，可以说和这些假救护车的泛滥脱不了干系。今天的话题太沉重了，我们先来放松一下，进入工商时间。过年送礼最怕什么呢？不够体面，不知道谁适合吃，经常花大钱买冤枉。这一组通通帮你解决了。深黄3件套，中国新年的限定佳礼，原价是1058美元，新年的组合价是940美元。输入主持人的优惠码再打85折，最后只要799美元。而且您知道吗？这个价格只比黑五最低价多了5美元，却是过年专属的配置。为什么说它是为过年而生呢？因为中青年忙碌补气可以吃参片，长辈日常调养吃黑参精，全家团圆煲汤吃整参，一盒送全家，谁都用得到。过年自用，拜年送礼，回娘家见长辈，这3件套真的很推荐。跟大家说另外一个巨划算的组合，参黄系列3件套，包含参黄片，适合年轻人随身携带，随时进补；参黄精适合牙口不好的朋友，膏状好吞好吸收；参黄全参适合在家煮饭直接吃或者是炖汤都可以用。这一套本来就是优惠价，结账输入优惠码大10局，再享受85折，等于买2送1，也就是用全参礼盒加参黄片的价格，再送您1大盒黑参原精，里面是4小瓶原精。这种组合优惠真的很少见。红海参、参黄系列和面膜都有85折，优惠期间不要错过哦。它选用的是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9蒸9晒，做成了活性更高的黑参，再用天然的蜂蜜低温腌制，切成了一片一片的小包包装，方便食用。这个黑参厉害在哪里呢？
它不是像咖啡的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而是从根本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补充您的元气。我试吃过，它不只是功效强，还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的就能把代谢和循环打开。你会发现精神会更集中、更专注，你的气色也会越来越好。如果您是熬夜族、久坐族，经常出差，换季容易疲惫，这一盒就是您的救星。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10局，就可以享受主持人的85折。新的一年，把健康当成最好的礼物送给自己，也送给最重要的人。好，我们接着说，这种从街头直接收割的残酷，已经彻底击碎了社会最后的一点安全感。而当这种威胁肆无忌惮地进入学校时，当你的孩子坐在教室里，却被要求集体抽血、宣誓捐献器官的时候，那种绝望才真正的让家长们窒息。1月23号，献血车开进了重庆彭水县多所中学，举行所谓的师生无偿献血活动。视频中，一群穿校服的学生在排队登记抽血，相关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舆论强烈的质疑。官方回应说，只限满18岁的师生自愿献血，程序合规，没人出不良反应。可网友大多数都明白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有人直接开喷，献血车进中学，这是筛零件吧？成年人蒙不了，就蒙孩子了？谁批准的？家长同意了吗？不止献血车，还有学校背着家长给孩子集体抽血体检。广州有家长爆料，小学1年级孩子被抽了2管血，回家才知道，学校根本没有通知。其他地方也一样，几百号的学生一起抽血、量血压、量身高体重。问题是，小时候体检不用抽血啊。网友直呼，这不是体检，这是配型，配上了人就没了。学校本该是让家长放心的地方，现在倒成了高危区。出门怕假救护车，上学担心孩子被抽血，家长们能不慌吗？近期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停学保命的事件正在无声的蔓延。网民朱哥哥在视频中坦言，他决定让14岁的女儿从明天起不再踏入校门。他说，成不成才已经无所谓了，只要他能安全、健康、快乐地长大就行。这条留言背后是成千上万名家长的共鸣。网民习惯孤独的橙子回复说，我儿子也不念了，斗不过他们，只要活着就好。张先生也留言表示，16岁的儿子就留在家里养着，平平安安便是唯一的期盼。在一个极度重视升学率、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里，家长主动切断了孩子的学业前程，这该是多么的恐慌和绝望啊！那张原本承载梦想的书桌和青春的校园，现在已经成了深不见底的夺命深渊。也有好心的医生给家长和孩子支招，他说，你记着，以后只要孩子学校要求填写健康资料，一定要记得填过敏体质，别问为什么，你照着做就可以。有人在评论区询问为什么，有网友回答说，过敏体质和免疫系统有关，做器官移植更容易引发排异反应。但也有人怀疑，这么做可能会降低被活摘器官的风险，但并不能完全排除危险啊。所以也有网友建议，最好再填个遗传病史。这种现象是公众对体制信任彻底崩溃的缩影。当家长不再担心孩子的成绩，而是担心孩子会不会在某次抽血体检后，莫名其妙的就成为了某些人眼中的生物材料。中国全社会范围内，这种对人体器官的掠夺，其背后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常规的医疗手术吗？随着越来越多关于延寿工程的内幕被揭开，一个让人想不到也不敢细想的现实浮现出来。在这个庞大的黑色产业链中，需求方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救命手术了。我们来看一段爆料视频。拿来给他们就是肚子里面给他们种小宝宝，一次性给你种2到3个。为什么一次性要给你种2到3个呢？因为
这里涉及到一个产业链，知道吗？这里涉及到什么产业链？就是一个叫做小猪仔的产业链，就是专门拿来生孩子。一个小猪仔生下来之后，然后就卖给谁啊？就卖给那个生物科技园，卖给那个生命科学院。生物科技园、生命科学院卖一个小猪仔大概卖多少？知道吗？大概卖300个大本，300万左右。而如果你一次性怀3个的话，一年你就光这个小猪仔，你给他赚900万，能明白吧？这个小猪仔卖到那种当地的一些生物科技园、生命科学院是做什么的？你们应该清楚，我说了很多次，知道卖进去之后，这些小猪仔就统一的养在一个房间里面，养在房间里面还不是地上跑，而且专门给它放在那个玻璃箱，这么一个玻璃箱里面，就养在里面，就像小白鼠一样。只有打扫卫生的时候才把这个小猪仔带出来，放在地上爬一下。然后平时任何时候都把它放在那个箱子里面，喂在里面干嘛呢？就是到了差不多6个月左右，就从它的后面的背后的那个就是脊柱上面，用一个那个钻头，那种钻头很小的钻头，把它动进去，之后，它就用那个针头怼进去，把里面那个水抽出来。因为它的这个后背的这个骨头后背它是空的，它是从那个这个位置上它空的嘛，它就可以把那个东西抽出来，知道吗？就把那个就是里面那个骨髓给它抽出来，抽出来干嘛呢？抽出来就是他们因为这个骨髓里面是带了一种东西叫生长因子，而这种生长因子它把它培育出一种再生干细胞。什么叫做再生干细胞？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只听说造血干细胞，没有听过再生干细胞。因为它的生长因子，你把它做成那种干细胞之后，给你输进你的身体，知道吗？他们大概意思是他们能传了，你看吧，来给你看一下他们的那个广告是怎么说的。这个就是柬埔寨的生命科学院的广告。一夜回春，看到没有？他们的这个东西让你一夜回春，还让你什么呢？活到120岁，能让你活到120岁，知道吗？这个地方就是哪里？这就知道吗？这个柬埔寨生命科学院，这个地方叫柬埔寨生命科学院，他们就研究的东西。他们这种大概多少钱呢？就是他抽一管出来，纯度最高的可以做3管，就抽一针这么大的一个针头，从那个小孩的后面把那水抽出来之后，把里面的生长因子提炼出来的那种，做那种再生干细胞是可以做3管的，每一管的市场价大概是500万左右。这种500万都是那些明星啊，或者是那些富豪才打得起来，普通人你肯定，我相信，除非你身家有几个亿，你才会打这个东西。他做出来，他可以卖多少呢？知道吗？可以卖1500万。每一次他每半年他就抽一次，每半年一次他就卖1500万，知道吗？来，我给你看一下为什么，你看一下这个。来给你看一下这个地图是什么？看一下这个地图，看见这个就是这是柬埔寨生命，你看这是哪里？我就想一下这个地方，看到专门一个地方叫柬埔寨生命科学院，看清楚了吗？柬埔寨生命科学院，你看他们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名字叫做什么？抗细胞抗衰引领者，他们是世界上最叫做什么呢？就是最顶尖的水平，叫引领者。这句话不是白说的，知道吗，兄弟姐妹们？叫做干细胞抗衰引领者，对不对？这句话是乱说的，这句话不是乱说，这是真正的。他现在就是领先水平，因为就只有他们一家人，他们才在做这个事情，知道吗？对不对？而柬埔寨当地你看有个生命科学院，而且他们现在在大力在发展这个行业，直接培养这种专业人才。大学的名字都叫什么大学？那你们看一下这个大学的名字叫什么名字？柬埔寨生命大学。柬埔寨生命科学院突然公布合作名单，国内顶尖医疗机构和科研单位赫然在列。这份跨国合作清单究竟藏着什么玄机？让我们来看看这份令人惊讶的合作名单。在医疗机构和医学院校领域，合作单位包括1.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 湘雅健康管理中心， 3. 湘雅2医院， 4. 湘雅3医院， 5.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6. 湖南师范大学， 7.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8.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9. 泰康医院， 10. 遵义科学院。科研机构方面的合作伙伴同样重量级： 1.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2. 华中科技大学， 3. 华中农业大学， 4.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 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海外院。生命科学园区会选在柬埔寨监管松散、人权被指缺失的国家，很可能不是纯科学研究。柬埔寨作为中共势力渗透的区域，可能成为器官血液农场的温床。这个视频看得人触目惊心，但其中披露的内容却并非孤立存在。视频最后所列出的名单中，湘雅2院、湘雅3院、湘雅医院等名字早已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
此前曾经引发舆论震动的罗帅宇举报案，早已揭开过这一问题的一角。罗帅宇在生前持续收集、整理并留存了大量的资料，指向医疗系统内部非法获取未成年人器官的行为。他的行为被发现后，很快就被自杀了。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曾经公开出现却又迅速被全网删除的981首长健康工程。这个工程对外宣称专为高层官员提供医疗保障，并且可以通过所谓的精准生物医学手段，将领导人的寿命延长到150岁。而关于这一工程的真实内情，旅居澳洲的中国法学教授袁宏兵曾经披露，早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981工程背后就已经牵涉出非法器官移植的问题，甚至涉及到法轮功学员等敏感群体。在中共20大前，中共中央常委蔡奇主导的一项跨军队和地方的医疗工程，专为习近平打造全方位、全天候的医疗保障，尽可能的延长生命。当权力试图挑战自然规律，想要长生不老时，谁来支付这份高昂的代价呢？在一个坚守自盗的体制下，底层青少年的器官早已成了特权阶层续命的消耗品。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人就敢在马路上肆无忌惮地绑人。很明显，是因为有官府的背书。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刑事犯罪，而是一场利用国家机器、医疗资源对普通民众进行的系统性掠夺。很多人可能会问，如此丧心病狂的体系，难道是最近几年才突然冒出来的吗？事实上，这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集体屠杀，只是以前它被精心掩盖在针对特定群体的迫害之下。旅美学者胡立任先生曾经披露过一段让人毛骨悚然的往事。早在2000年代初期，也就是江泽民掌权的时期，中共就已经在上海等地建立了成熟的活摘器官产业链。当时，上海中山医院等地设有专门服务于高官和外国人的华侨楼，在那里，器官移植不是等捐献，而是预定。根据爆料，当时最主要的供体来源是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因为这个群体人数众多，而且不抽烟不喝酒，身体素质极佳，成了权贵眼中最优质的供体。在那段时间，上海青浦监狱等场所成了这座城市最黑暗的器官供应站。胡立任说，那时候没有想到法轮功被打压得那么厉害。早在2003年的时候，他就从上海的一个监狱的管理者那里知道了活摘器官的事情。他说，移植法轮功的器官，我是知道最早的。胡立任还讲了一件事情，他上海一个朋友，全家3人都是练法轮功的，但是都被失踪了。男的叫赵俊，被抓进去的时候才50岁左右，是一名电讯工程师。他的太太叫徐美琪，是上海一家医院的检验科主任。1999年，因为练法轮功，一家人被抓进去以后全部失踪了，20多年音讯全无。他怀疑他们可能被摘了器官了。赵俊是独子，他妈妈目前还健在。当年法轮功学员遭受了中共系统性的残酷迫害。当大纪元报道出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这会是真实发生的吗？认为法轮功是危言耸听。但正是因为那时候社会的沉默和忽视，才让这头恶魔在吞噬了无数信仰者之后，终于壮大到了无法遏制的程度。随着移植手术带来的暴利，以及权贵对延寿工程的病态渴求，这套高效的建立在大数据配对基础上的活体采集系统必然会向外扩张。当练功人不够用了，这只黑手就开始伸向被拐卖的妇女、流浪汉。当这些也满足不了他们的愿望时，他们终于将黑手伸向了最年轻、最健康的青少年和儿童。我们今天看到的校园秘密抽血、街头的假救护车，乃至家长们的停学保命，其实都是这场始于20多年前的罪恶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泛滥。这是一个逻辑的必然。当一个政权可以毫无底线地剥夺一部分人的生命权时，最终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会成为砧板上的鱼肉。从最初的法轮功学员到今天的普通中学生，
这条血腥的红线从未中断。它告诉我们一个冷酷的真相：在中共的手术刀面前，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更新一个最近持续关注的案例，那就是叶文斌案。这个案子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体制在掩盖罪恶时的冷酷与荒诞。前2天，我们报道了江西警方发布通报，说叶文斌已经回国，但是说他是主动前往柬埔寨电诈园区，并主动从事诈骗活动，所以已经把他刑拘了。这套剧本写得很圆满，既给受害者扣上了犯罪的帽子，又给公众一个法网恢恢的交代。然而，这套说辞很快就被打脸了。有知情人向早安中国披露，叶文斌根本就没有回国。此时此刻，他依然被关押在柬埔寨电诈园区的七星海。爆料说，现在柬埔寨很多园区都打开了大门，让人自由进出了，但是七星海那边一直没有动静，捂的是严严实实的，里面关了很多未成年的孩子，不少都是被蛇头卖进去的，每天要从上午的9点干到晚上12点，有的时候要干到凌晨2点。孩子们稍微不听话就要挨打，被电棍电，真的是太惨了。大家看明白了吗？这就是中共的套路。当一个国民在海外身陷囹圄，面临器官被收割的威胁时，他的国家不仅不去营救他，反而要在国内公开判他的刑，毁他的名誉。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让他在那个黑洞里彻底蒸发。即便有一天他真的遇害了，官方也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因为已经把他说成是畏罪潜逃的诈骗犯了。无论是叶文斌在海外的绝望，还是国内家长们的停学保命的悲愤，这场关于生命权的保卫战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然而，这都是极其微弱的抵抗。真正的安全不会来自于自保，而是来自于对这场系统性罪恶的彻底揭露和反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请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提醒那些还对这些浑然不知，还在相信学校体检的谎言，相信中共欺骗宣传的那些人。这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